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今天，我们将踏上一段充满哲思与智慧的旅程，去探索一部被誉为人类心灵迷宫的经典作品——芥川龙之介的《罗生门》。这本书不仅是一部短篇小说集，更是一面映照人性的镜子。它以独特的视角和深邃的洞察力，揭示了人类内心深处的复杂与矛盾。芥川龙之介，这位日本文学史上的巨匠，以其细腻的笔触和深刻的心理描写，塑造了一个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故事。《罗生门》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，汇集了多篇短小精悍却意味深长的故事，每一篇都像是一颗璀璨的珍珠，串联起对人性、道德和社会的深刻思考。那么，为什么我们要花时间阅读这样一部作品呢？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我们每天都被各种声音和信息包围，而《罗生门》就像是一剂清醒剂，帮助我们拨开迷雾，看清人性的本质。它不仅能提升我们的思考深度，还能让我们在面对复杂的社会现象时，拥有更加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在职场中能够看穿同事或对手的真实意图，在生活中能够理解家人和朋友背后的情感动机，在自我成长的道路上能够更清晰地认识自己的内心世界，那将会是怎样一种体验？罗生门将为你提供这样的视角和智慧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罗生门的核心理念和重要习惯，看看它如何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性，提升自我。第一部分，人性的多面性，理解罗生门效应。罗生门效应是罗生门中最核心的概念之一，它指的是同一事件在不同人的叙述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。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文学作品中，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。芥川龙之介通过多个故事，揭示了人类在叙述事件时，往往会受到自身利益、情感、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，从而导致对同一事件的描述出现偏差。这种偏差并非故意欺骗，而是人类认知局限和情感倾向的必然结果。1. 培养同理心，尝试从他人的角度看待问题，理解他们的立场和动机。2. 质疑单一视角，在面对复杂问题时，寻求多方面的信息，避免被单一叙述所左右。3. 自我反思，定期审视自己的观点和判断，识别其中的偏见和局限。在罗生门同名故事中，强盗、武士的妻子和武士的亡灵对同一事件有着截然不同的叙述。强盗声称自己应有无畏，妻子则描述自己被强迫，而武士的亡灵则暗示妻子与强盗有染。通过这些不同的叙述，芥川龙之介让我们看到，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，塑造了一个对自己有利的版本。在强盗的叙述中，他是一个英勇的战士；在妻子的叙述中，他是一个无助的受害者；而在武士的叙述中，他是一个被背叛的丈夫。通过理解罗生门效应，我们能够更加客观地看待问题，避免被偏见和情感左右，从而做出更明智的决策。第二部分，道德的相对性，探索道德的灰色地带。罗生门中的许多故事都探讨了道德的相对性，挑战了我们对善恶、对错的传统观念。芥川龙之介通过描绘各种道德困境，揭示了道德判断并非总是非黑即白，而是存在着大量的灰色地带。这些灰色地带往往是由于文化、社会、个人经历等因素的差异而产生的。1. 开放思维，接受道德的多样性和复杂性，避免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。2. 文化敏感性，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道德观念，尊重他人的价值观。3. 自我审视，定期反思自己的道德判断，识别其中的偏见和局限。在竹林中这个故事中，盗贼、武士和妻子对同一事件有着不同的道德解释。盗贼认为自己是在行使正义，武士则认为自己是在维护尊严，而妻子则声称自己是被迫的。这些不同的解释让我们看到，道德判断往往取决于个人的立场和视角。盗贼说，我是在行使正义；武士说，我是在维护尊严；妻子说，我被强迫了。通过探索道德的相对性，我们能够更加宽容地看待他人的行为，避免简单的道德评判，从而建立更加和谐的人际关系。第三部分，自我的认知，追寻真实的自我。罗生门还探讨了自我认知的主题，揭示了人类在认识自我时，往往会受到各种外界因素的影响，从而导致对自我的认知出现偏差。芥川龙之介通过描绘各种人物在面对困境时的内心挣扎，揭示了自我认知的复杂性和困难性。人类往往会在外界压力和内心欲望之间摇摆不定，难以认清自己的真实面目。1. 自我反省，定期进行自我反省，识别自己的优点和缺点。2. 内心对话，倾听内心的声音，识别自己的真实需求和欲望。3. 寻求反馈，寻求他人的反馈，了解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。在《地狱变》这个故事中，画家梁秀为了追求艺术的极致，不惜牺牲自己的女儿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经历了内心的巨大挣扎，最终不得不面对自己内心深处的黑暗。
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，自我认知往往需要经历痛苦的挣扎和深刻的反思。梁秀在火光中看到了自己的灵魂，那是一个被欲望和痛苦扭曲的灵魂。通过追寻真实的自我，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自己，找到人生的方向和目标，从而过上更加充实和有意义的生活。第4部分，社会的批判，洞察社会的虚伪。罗生门对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批判，揭示了社会的虚伪和荒诞。芥川龙之介通过描绘各种社会现象，揭示了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的虚伪性。这些规范和准则往往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权力结构，而不是为了真正的公平和正义。1. 批判性思维，培养批判性思维，质疑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。2. 独立思考，坚持独立思考，不盲从他人，不随波逐流。3. 行动改变，积极参与社会变革，为建设更加公正和公平的社会贡献力量。在鼻子这个故事中，主人公因为鼻子的异常而受到社会的嘲笑和排斥。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，社会往往对异类持有偏见和歧视，而这些偏见和歧视往往是毫无根据的。人们因为他的鼻子而嘲笑他，却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内心才是真正的畸形。通过洞察社会的虚伪，我们能够更加清醒地认识社会现象，避免被社会舆论和潮流所左右，从而保持独立思考和人格尊严。通过以上对罗生门核心理念和重要习惯的深入解读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本书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，更是一本关于人性、社会和自我的深刻哲学著作。它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，让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自己，理解他人，洞察社会。那么，接下来我们应该如何将书中的智慧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呢？首先，我们要学会从多角度看待问题，避免被单一视角所局限。就像在罗生门效应中提到的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动机，我们需要培养同理心，尝试理解他人的观点。其次，我们要接受道德的相对性，避免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。在面对道德困境时，我们要保持开放的心态，尊重不同的价值观，同时也要坚持自己的原则。第三，我们要不断追寻真实的自我，通过自我反省和内心对话，识别自己的真实需求和欲望，找到人生的方向和目标。最后，我们要洞察社会的虚伪，培养批判性思维，不盲从他人，不随波逐流，积极参与社会变革，为建设更加公正和公平的社会贡献力量。罗生门就像是一把钥匙，为我们打开了通往人性深处的大门。它让我们看到，人生的道路并非总是平坦的，而是充满了各种挑战和困境。但正是这些挑战和困境，塑造了我们的性格，成就了我们的人生。让我们以罗生门为镜，不断反思自我，提升自我，在人生的旅途中走得更加坚定和从容。记住，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而罗生门则是这阶梯上的一块重要基石。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智慧的旅程，去探索人性的奥秘，去追寻人生的真谛。行动号召：如果你还没有读过罗生门，我强烈建议你马上找来一读。相信我，这将是一次改变你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的阅读体验。如果你已经读过，那么不妨重新翻阅一遍，看看能否从中获得新的启示和感悟。让我们一起在罗生门的指引下，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。谢谢大家。